跟我来。温阿姨，陆叔叔，陈宇，真的是你，不知不觉你都长大了。陈宇，你毕业了要找工作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和你温阿姨？你知道的，当年要不是你捐骨髓救温婉，温婉很可能熬不过那关。有这份恩情在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们随时能给你安排最合适的岗位。之夏，医生说了，你妈妈是急性白血病，直系亲属配型最容易成功，你快去配型，说不定能救婉婉。我不行啊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最怕打针了，而且抽骨髓很伤身体的，我还小呢。抽我的，陆叔叔，我的骨髓配型和温阿姨配上了，只要能救温阿姨，多抽点也没关系。没错，让她来，她承了温家这么多恩情，也该回报温家了。温阿姨、陆叔叔，你们对我的恩情太重了，你们一直资助我读书，供我上学，我已经十分感激，所以我想凭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，不想再给你们二位添麻烦。陈宇，阿姨有一个请求，你愿意听一下吗？阿姨请说。你愿不愿意跟阿姨姓，从此之后做我的女儿？我吗？对，是你。你能和我骨髓配型成功，这本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陈宇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儿？陈宇，我本就被父母抛弃，是叔叔和阿姨让我生活无忧，还资助我读完大学，对我恩同再造。如果有幸成为温阿姨和陆叔叔的女儿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，绝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叫温之瑜，知书达理，聪慧善良，这是我们对你的期望。好孩子，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，往后温家就是你的家。这件，那件不要，剩下的包括刚才那套秀长款，全部包起来。你们店里最新的珠宝呢，也都取出来吧。是。婉婉，是不是太多了？多才好。之瑜现在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就要把她当亲女儿一样宠着、疼着。之夏曾经拥有的一切，之瑜也要有，甚至要比之夏拥有的更多、更好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只要之瑜能安心留下，买再多都值得。妈，你再不接电话，我就真的生气了。我身上1分钱都没了，你快给我转账。看来我得尽快去找王律师，拟定改立继承人的合同。梁助理，把这些东西先送回别墅，交给之瑜。另外，嘱咐之瑜安心在温家住下。我和陆总还有点事情处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的。这些全是给我的。之瑜小姐，这些都是温总的心意。温总说了，以后这就是您的家，您安心住下。梁姐姐，这些太贵重了，我用不上的。爸妈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非要我亲自上门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谁啊？就是我爸妈资助的一个贫困生，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处处压我一头，成绩比我好，还装的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。我妈天天拿他当典范说我，真是阴魂不散，居然还敢跑到温家来！哼，宝宝你快看，我就说爸妈还是疼我的，表面上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，但是我一说生气，他们就知道错了，还给我买了这么多赔罪的礼物。看来爸妈心里还是疼你，光这一个秀场包就得要60万。
他们还买了这么一堆。宝宝，我们快拆礼物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尽管拿。哎，知夏小姐，宝宝，你看这鸽子蛋配不配我？好看，妈和爸还真舍得下血本。知夏小姐，请放下这条项链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过是我妈身边的一个助理，凭什么让我放下？因为这些礼物是温总和陆总特意买给知瑜小姐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妈怎么会给这个贫困生买这么多好东西？知夏，梁姐姐只是在执行温阿姨的交代，我教训温氏的员工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温总，家里出事了，知夏小姐不信你买的东西是给知瑜小姐的，在为难知瑜小姐，您快回来！怎么了？出事了。我们没删温之夏的指纹，他回家了，在欺负知瑜。司机，现在回别墅，开快点！打他没打你是吧？你也不看看自己站在谁的家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，也配来管我？知夏是温阿姨、陆叔叔亲生女儿，我不能刚到温家就给他们添麻烦。我不是想管你，只是梁姐姐没有错。你如果真的心里有气，冲我来，别难为不相干的人。你装什么可怜？怎么觉得当年给我妈捐了点骨髓，你就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了？你不会还想当我妈的女儿吧？想攀附温家，抢我的东西，抢我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你的东西，我只是想好好报答温阿姨和陆叔叔的恩情，好好待在他们身边，尽我所能照顾他们，待在我爸妈身边。你还想赖在温家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温家只有我一个大小姐。陈宇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算穿了我爸妈买的衣服，戴了他们买的首饰，也一样上不得台面。宝宝，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拿走，反正我是温家的独生女，我爸妈的东西迟早都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不可以，江先生，这是温总亲自给知瑜小姐挑的，你们不能拿。我拿我老婆的东西，轮得到你一个助理插嘴？梁姐姐，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儿，逞英雄是吧？知夏，梁姐姐没有错，你们不该打她，她不过就是我妈花钱雇的一个助理而已。我是温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温家的东西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。温阿姨和陆叔叔心地善良，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看梁姐姐。你这样作践她、欺负她，根本就是在败坏温阿姨和陆叔叔的名声。你还敢用我爸妈的名义教训我？你也配！住手！妈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这道歉礼物的成色虽然一般，但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勉强原谅你们了。不过妈，下次挑项链眼光好点，这颜色太老气了，压根配不上我。下次还是我自己去挑。我教你20多年礼义廉耻，不是为了让你像个市井妇女一样撒泼。温之夏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是他先抢我的东西，还有这个助理，居然敢帮着他跟我作对。他非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给他的，我才对他动手。把你脖子上的项链取下来，还给小鱼。你说什么？这项链不是给我的吗？给你，温之夏。这条项链还有所有的礼物，都是我特意给小鱼买的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给他？怎么可能？妈，我才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放着自己的亲女儿不心疼，去捧一个外人的臭脚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些东西都是给小鱼的，把项链拿来。我就不还！他配有这么贵的东西吗？这些好东西天生就该属于我，你们生了我就得一辈子宠着我、供着我。爸妈，你二位消消气，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伤了你们和之夏的感情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
把所有不属于你的东西全部还回来，以及给小鱼和梁助理道歉。你竟然真逼我还！我就不还！难道你还想把我这个亲女儿赶出去不成？我可是你们的独生女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嫁到江家那就是江家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温家的东西你上门抢就是入室抢劫，不还我就叫物业保安把你们一起丢出去。什么？之夏，别害怕，爸妈肯定是因为孩子改姓的事情有点生气，故意吓你的。他怎么可能真的把你这个亲生女儿丢出去啊？毕竟血浓于水，对吧？对，我不信。妈，你有本事就真叫保安。喂，物业吗？妈，你玩真的？为了他，你只要把亲女儿扫地出门？温之夏，我最后给你10秒钟，把所有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，给小鱼和梁助理道歉，不然我真叫保安。谁稀罕这破玩意儿？江晨，我们走！等他们老子动不了那天就知道后悔了。王律师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原来是温小姐，温总约我上门是为了确立温氏集团的继承人以及签署法律确认文件。过几天的晚宴上，他们将正式对外公布温氏集团的继承人。继承人晚宴，我妈果然还是宠我，特意举办一场晚宴，就为了对外公布我是温氏的继承人。我就说嘛，爸妈那是演戏给外人看的。温氏这么大的家业，除了给你，还能给谁？嘴上骂得凶，最后还不是得乖乖把公司交给我，毕竟我才是温家唯一的根。温总，合同和遗嘱我已全部准备好，确认要更改原定的继承人吗？之夏她到底是我们亲生的女儿，要不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？王律师，你稍等一下，让我想想。宝宝，你放心，等我妈宣布我是继承人，我就把温氏的一切都给你。宝宝，你最爱的果然是我。温氏这么大的企业，也能说给就给？那是当然，我嫁给了你，就是你的人，心里向的是你。我妈现在装的有多狠，到时候就有多乖。等我掌权了，他们养老还不是要看我的脸色？要是他们还敢欺负你，我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，看他们还敢不敢对你不敬。王律师，不用等了，我确认，立刻变更。这么香，梁助理今天换花样了。爸妈，你们醒了。爸妈，这些天你们给我买了好多贵重的东西，我只能做点早饭，尽一些心意。傻孩子，一家人，你还和我们客气什么？你能留在我们身边，就已经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了。是啊，志宇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会有导师带你进温氏集团实习，慢慢熟悉公司的业务。以后你就是温家的一份子，温氏也是你的家。梁助理，把我昨天让人准备好的那套高定礼服拿过来。是。至于过2天温氏会举办一场晚宴，到时候你会穿着这套礼服，以温家女儿的身份出席。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是我们温家名正言顺的女儿。哎呦，陈太太，您这首饰不错，不过跟我儿媳妇比还是差了点儿。毕竟温家就我儿媳妇这一个宝贝疙瘩，这什么好东西她没有啊？没错，以后各位想跟温氏合作，找我儿子江晨就行了。他现在说话比温婉都管用。是啊是啊，温小姐年轻漂亮又有能力，将来肯定能把温氏打理得越来越好。到时候还请温小姐多多关照我们啊。我的就是我老公的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们直接找我老公就好。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支持，我一定会把温氏发扬光大。快看，那是谁家的小姐？长得也太漂亮了吧，气质真好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在这时候抢我的风头？这可是全球只有一件的高定，看来我妈为了做慈善已经疯了，连这么贵的裙子都舍得给你这种外人。可那又怎样？麻雀插上凤凰羽毛也变不了凤凰。跑什么？你这个白兰花心虚了。之夏，今天是爸妈的晚宴，你就算再讨厌我，也请给他们留几分体面，不要在这里闹事。你叫谁爸妈的？陈宇，你疯了吧？
记得温家就只有温之夏这一个独生女啊，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？这可是宣布温之夏成为温家继承人的宴席。这女人把温总和陆总喊成爸妈，是想抢风头还是？好啊，陈玉，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你故意装乖，刻苦学习，给我妈捐骨髓，就是想跟我抢温家女儿的名分是吧？各位贵宾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这女人是我岳父岳母资助的孤儿，岳父岳母心善，才让她来宴席凑热闹开眼界。没想到这女人贪心不足，还想冒充温家的女儿。看着长相单纯，没想到心机这么深。温总怎么资助了这样的白眼狼？我没有，是爸妈亲口说的，他们要认我做女儿。闭嘴！你少在这里白日做梦！我爸妈怎么可能收你当女儿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你配吗？明面上装可怜，骗我妈把你带回温家，现在居然还想鸠占鹊巢，霸占我的身份。陈瑜，你好深的心机啊！知玉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梁姐姐，我没事，你别怕，温总他们马上就到。梁助理，怎么你也想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一样，也要来当我们温家的女儿不成？温小姐，温总和陆总马上就到，请你自重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我？之夏，别跟这种人动气，免得自降了身份。梁助理，你也是为了个外人得罪之夏，就不怕之夏今晚成了温氏继承人，明天就让你卷铺盖滚蛋？江先生，我是温总亲自聘你的特助，且不说之夏小姐到底是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，单论你这个外人，恐怕没资格让我滚。你说谁是外人？你竟敢对我老公不敬！温氏的继承人不是我还能是谁？你真以为就这段时间，我妈能生个二胎吗？谁是温氏的继承人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爸妈，等着吧。等会儿我妈正式宣布我继承温氏后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们两个立刻滚出温家，滚出温氏。感谢各位贵宾百忙之中莅临，共聚此刻，见证温氏的未来。今天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我举办晚宴的目的就是要正式宣布，到底谁才是温氏集团将来的继承人。没错，等会儿我老婆就要被立为温氏集团继承人，以后有和温氏的合作，都来找我就好。果然是我！冒牌货，给我滚开！小鱼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告诉你什么意思。我身边的这个女孩叫做温之瑜。妈妈，从今天起，温之瑜正式入我温家族谱，成为我和廷州名正言顺的女儿。同时，我宣布，温氏集团的继承人就是温之瑜。我宣布，温氏集团的继承人就是温之瑜。我的天，她竟然真的是温家女儿！温总竟然越过亲生女儿，把继承权全给了养女。我的天，这也太有魄力了！妈，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她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生，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你的女儿，还要抢走属于我的一切？这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同意！家母，你脑子糊涂了是不是？就算你想考验之下，也不能拿温氏的继承权开这种天大的玩笑。放着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亲骨肉不要，去捧个满身穷酸气的野丫头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江城所有的名门望族怎么看温家，怎么看我们江家？就是啊，亲家，温氏能有今天的地位不易，怎么能这么儿戏？把这么大的家业交到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手里，江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你们江家在京城有位置吗？我温家的产业是我温婉一刀一张拼出来的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？口口声声为了温家的脸面，字字句句为之下抱不平。说到底，你们不过是害怕这继承人换了人，你们江家就再也没办法从温氏身上获利了吧？你血口喷人，我们行得端坐得正，我和老江是心疼之下，他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身上流着纯正的温家血脉，你怎么能把属于他的东西给这个外人？你这是偏心，是不公，是老糊涂了。第一，护
户口本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她不叫陈瑜，她叫温之玉，是我温婉和陆廷舟名正言顺认定的长女，是温家的大小姐。第二，温氏的继承权给谁，是我温婉的自由，也是我温家的家事，与外人无关。哭，哭，别硬碰硬，把事情闹大。妈，我才是你们怀胎十月的亲生女儿啊！你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心机深重、来路不明的外人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？难道就因为我不愿意当你们商业联姻的工具，你们就要这样狠心彻底毁了我的一生吗？我苦心栽培20年，寄予厚望的继承人临了，竟然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怎么算计家人身上。温之夏，你真是好样的！你们把我生下来，难道只是为了有一天把我当成一件没有感情的商品去交易吗？就为了换取温家的利益，卖掉我的幸福，卖掉我的一生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这样对我？原来温家大小姐竟是因为反抗联姻，执意嫁给心上人，才被父母剥夺了继承资格，也太可怜了。这年头还有这种婚姻，不听话就直接换个养女当继承人，这当妈的心也太狠了吧！温家想钱想疯了，连亲生女儿的骨肉亲情都能拿来明码标价。温婉啊温婉，你不是硬气吗？如果温家将亲生女儿当作联姻工具，女儿反抗竟被取消继承权，这样的头版头条传开，我看你还怎么硬气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嫁给江辰，可我是真的爱他呀！我以为天底下做父母的都会希望女儿幸福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狠心！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只把我当成温家联姻的棋子？亲家，求求你别再逼孩子了！我知道我们江家门第低，配不上你们温家，可孩子们是真心相爱的呀。之夏只是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他有什么错？你怎么能对自己的亲骨肉这么狠心，这么绝情啊？是啊，温总，血浓于水啊，何必把孩子逼上绝路？真要闹到满城风雨，对温氏的声誉又有什么好处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！温之夏，就凭你今天这副颠倒黑白、卖产演戏的下作手段，这温氏的继承权，我就绝不可能交给你。凭什么？温之夏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，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把你当过工具？从小到大，你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们都没犹豫过。你15岁生日要一整座海岛开派对，我们买；你18岁，我们直接将温氏5%的股份划到你名下，这就是你说的工具吗？后来你私自偷户口本嫁给江辰，你妈纵然气得吐血，也从未真正放弃过你。我们是希望你嫁一个真正能与你并肩、尊重你，而不是利用你的人。到底是我们把你当工具，还是你愚蠢透顶，被这个江辰利用当枪使，一次次来算计生你养你的温家？爸，我不许你这么污蔑江辰。江辰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爱我、懂我的人，他才不是利用我。是你们太冷血，你们眼里只有冷冰冰的利益和温氏的产业，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。我精心培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从小教她独立自强，教她辨别人心，最后竟然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，被一个伪君子的甜言蜜语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至于，这是温氏集团的继承合同，只要你签下名字，那么从今往后，温家的一切，所有的资产、人脉以及温氏的绝对话语权，全都是你的。妈，我不行的。别怕，孩子，爸爸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风雨，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去成长、去学习。只要有我们在一天，我们就会全力辅佐你、教导你，直到你能独当一面，真正撑起温家的这片天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竟然真的要把温家的基业给一个外人！我不同意，我绝对不同意！我身上流着温家的血脉，我才是温家名正言顺的亲生女儿，她不过是你们资助过的一个外人而已，她凭什么和我抢？温家的一切都是温家祖辈拼搏下来，严格把控继承人传承下去。作为新一任掌权人，我的判断是你已经不配继承温家的东西，一份继承合同而已，你抢走、撕掉都没用，我多的是复印件。好你个温之月，你给我妈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她这么信任你？你表面上装的跟个小白兔一样温顺懂事，背地里却阴险算计，挑唆我们母女关系。你就是个攀龙附凤的心机女，想抢我的家产，你也配？爸妈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出身普通，你们一直对我有偏见，觉得是我高攀了温家，带坏了之夏，
耽误了知夏的前程。如果你们心里有气，迁怒我一个人就好，怎么能这样苛待自己的亲骨肉啊？知夏那么爱你们，还有这位陈瑜小姐，哦不，现在该叫你温之瑜小姐了。做人要懂得感恩，你一个从贫民窟出来的孤儿，无依无靠，成为温家资助才有今天。可你却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挑拨我们一家人骨肉相残，抢夺知夏的一切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你就不觉得愧疚吗？是啊，这亲女儿再怎么样，也不至于随便把家产给一个外人。谁知道这个养女背后挑拨了多少东西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挑拨知夏和爸妈的关系，我只是想报答他们的恩情。报恩报到我妈的继承人上去了。你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孤儿，摇身一变成了温家大小姐，还能拿到温氏的继承权，这种鬼话谁会信？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骗子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知瑜，抬起头来看着他们。知瑜，记住，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苍白的解释证明自己，而是用实力让对方无话可说。这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，也是你今后在江城立足、撑起温家必须学会的道理。妈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识人不清？温之夏，还认得这个吗？妈，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还给我，把它还给我！4月9日，江晨说，想要拿到温家的产业，就得先斩后奏，先生下孩子。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肯定会妥协，把股份和公司乖乖交出来。6月17日，江晨又跟我规划了未来，温家的产业迟早都是我的。等我成为继承人，爸妈就得看我的脸色。我嫁了江晨，就是江家的人，自然要为江家着想。温家的钱，温家的公司，都该是江晨的。我的天，恋爱时这女婿就在给女儿洗脑吃绝粮，引导她算计亲生父母，这心肠也太歹毒了吧！这哪里是招赘婿，分明是引狼入室，娶了个内鬼啊！温婉聪明一世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愚蠢的女儿，连枕边人的心思都看不出来，简直是白眼狼！温之夏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我和你爸爸看到这本日记的时候有多痛心。婉婉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听众，我们养了一个白眼狼啊！他们竟然早在恋爱的时候就开始算计温家了。梁助理，立刻去查江晨入配温家之后所有的消费明细。当年我难产几10个小时，九死一生才生下你，疼了你20多年，把这世上最好的一切都捧到你面前。可你呢？你竟然和外人勾结，蓄谋已久，一门心思要算掉生你养你的父母。温之夏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江晨，你骗得了我女儿，却骗不过我。你自己看看，这就是你入赘温家后的消费明细。你用温家的钱买豪车、戴名表，挥霍无度，又偷偷拿了多少钱补贴你江家？江晨，到底谁是骗子，谁才是那个攀龙附凤的吸血鬼？天哪，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拿着岳母家的钱去养自己那一大家子，软饭硬吃，还吃得理直气壮。最可怕的是这个亲生女儿，居然帮着外人来掏空自己家，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？简直是引狼入室的白眼狼！温之夏，从你在你爸爸的寿宴上把孩子改姓，绝了温家后的那天开始，你就失去了所有继承资格。梁助理。抽我的，陆叔叔，我的骨髓配型和温阿姨配上了，只要能救温阿姨，多抽点也没关系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哪里是攀龙附凤，这分明是救命恩人啊！是啊，救命之恩比天大，一边是救了自己命的恩人，
一边是算计自己家产的白眼狼，是我也会把家产托付给他。当年我病重，命悬一线，是知瑜主动站出来捐献骨髓救了我一命。何况从小到大，知瑜样样都比之夏出息，不仅是正经金融专业出身，还辅学了国际贸易，获得双重学士学位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，温家的继承人无关血缘，无关出身，但必须是有情有义、心怀家族、有真材实料的人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守住温家的基业。来人，把他们都嫁出去。温家的夜袭不欢迎图谋温家的人。我错了，那些话都是我一时糊涂说的气话，日记里的内容也是我一时鬼迷心窍乱写的，我没有真的想算计家里，我真的没有。妈，求求你！知瑜，好孩子，签下他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温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温家的未来，妈妈就交给你了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不能签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不能签。为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那可是温氏集团的继承权，他居然说不签就不签了。这姑娘不简单，面对泼天的富贵，能保持这份清醒和定力，光是这份信心，就甩了多少人10条街。知瑜，为什么拒绝？爸妈，我不是不珍惜你们的心意，是我现在真的担不起这份责任。温氏是您和爸爸一辈子的心血，是你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一切。我能力不够，贸然接手，会辜负你们的信任，更会毁掉你们毕生的付出。我不能冒这个险。这些日子你们给我的关爱，是我从小到大想都不敢想的温暖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往后我会更加努力，提升自己，沉淀自己，好好学习打理公司的本事。如果有一天我足够强大，能够配得上这份心意，能够守住温家的基业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收下这份继承权，不辜负你们的栽培与信任。小鱼远比我想象中更有担当，更有格局。好，我们答应你，不逼你立刻接手继承权，你先去温氏集团学习，从基础做起。我和你爸爸会一步步教你，陪着你成长，等你做好准备的那一天。真没想到，之夏竟然被江晨洗脑成这个样子。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一门心思帮着外人算计自己的亲人。他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就算他不继承家业，我也不能看着他一直错下去，不能让他害了温家。更何况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必须要让温之夏看清江晨的真正面目。婉婉，你想怎么做？车子已经收回来了，他和江晨住的那套别墅也该收回来了。人只有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才能彻底清醒，看清身边的人和鬼。怎么办？我被温家赶了出来，哪里还有钱？各位，麻烦配合一下，即刻清场，搬离这座别墅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这可是我家，你们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就是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我要报警！这套别墅是温家的产业，温婉小姐作为合法权日者，有绝对权利收回此处房产。限你们今日之内彻底搬离，把他们都请出去，小心点，别伤到孩子。你们放开我！我是温家大小姐，你们赶走我！温婉，陆廷铮，你们好狠的心！你还有脸骂？都是你！要不是你没用，留不住温家的家产，我们能被赶出来？我们江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娶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。当初你拍着胸脯说温家一切都是你的，能让我们江家飞黄腾达，结果呢？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还有脸哭？你赶紧和江晨离婚！老公，你不会跟我离婚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丢下我，求求你别丢下我！
我只有你了，真的只有你了。虽说我被赶出了温氏，但温之夏手里还有温氏的股份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只要牢牢控制住这个蠢女人，肯定就有机会拿到钱。宝宝，我妈她就是一时生气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她原谅我的。求求你，别跟我离婚。爸妈，你们不要再骂之夏了。我跟之夏结婚图的又不是钱，是真心，是爱情。当初我愿意进温家，也是因为我爱之夏，不是为了温家的家产。你们能不能别这么看待之夏？傻瓜，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之前那些气话，我怎么舍得丢下你一个人？哼，我只是没想到岳父岳母竟然这么狠心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要，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一个外人，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。之夏，这个世界上最疼你、最爱你的人，从来都只有我呀。温之羽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小雨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正式进入温氏学习。我不会给你特殊待遇，也不会刻意偏袒你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。我相信你能做好。谢谢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从基础做起，不辜负您和爸爸的期望，不会给您丢脸的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愿意把孩子的心改回温姓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听话。够了，简直丢尽了温家的脸。遇事只会撒谎推卸，闯了祸就用下跪哭闹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博同情。温之夏，我温婉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软骨头？温家的儿女绝对不会用哭哭啼啼守住家业。你走吧。妈，爸，你们忘了这块胎记吗？小时候，你和爸爸抱着我说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温家的记号。你们真的连流着温家血脉的亲骨肉都不要了吗？我不求别的，我只想回公司上班，求您了。行了，若是你有半分骨气，凭自己的能力在温氏站稳脚跟，哪怕只是做出一点成绩，我或许还会高看你一眼。公司有一个跨国业务，我和你爸要出国半个月处理，这段时间你就进策划部，好好跟着部门的人学习。但是，我告诉你，江晨永远没有资格踏入温氏集团一步。谢谢妈，谢谢妈，我一定记住你的话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也绝对不让江晨来温氏。我们走。温之羽，爸妈要出国半个月，这半个月我们走着瞧。小鱼刚才在大厅，你看到之夏手臂上的胎记时，为什么会有那样震惊的反应？爸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太过巧合了。您看，我手臂上也长着一个和之夏相差无几的蝴蝶胎记，从小到大一直都在。真是太巧了，看来这就是缘分啊！连老天都在认可你，认可你做我们温家的女儿。小鱼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温氏正式的员工。既然踏入了策划部，就要拿出真本事，努力撑起温氏的一片天，不能辜负我和你爸对你的期望，更不能辜负你自己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婉婉，在公司事务上，你一向公私分明，不是心软的人，怎么这次真的让之夏回公司了？我们明天就要出国，你还把之夏和小鱼安排在同一个部门，万一他们起冲突，闹出什么问题怎么办？温氏里养不出傲骨的梅，之夏被我们宠坏，性子骄纵又好胜，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强。他在公司会是之瑜最好的磨刀石，能逼着之瑜快速成长。策划组最近的案子怎么乱成这样？策划组全体成员3分钟后带上各自的案子，1号会议室开会。走廊太窄了，真是不小心。你的手臂上怎么会有这个胎记？好啊，温之羽，可真够下功夫的。为了攀附温家，
居然去纹身店做了跟我一模一样的胎记，看来你早就调查清楚我的一切了，真是心机深沉。我没有模仿你，这个胎记是我从小就有的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你骗鬼呢！信不信由你，但是之夏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一个女人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依附男人，更不是靠雌竞争夺利益。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一直孤苦伶仃。我羡慕你，有妈和爸那样疼你、宠你。妈她身体一直不好，如果你真的在意她，在意这个家，就别再处处跟她作对，少气她，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别再让她失望了。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教训我？少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，你不过就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。我绝不会让你在温室立足的，我们走着瞧！装腔作势，温之瑜，你以为你真的能坐稳这个位置吗？我倒要看看策划部那些觊觎组长位置的老油条，谁会真心服你这个莫名其妙空降公司的养女？各位，今天召集大家开会，主要是想和大家沟通一下目前策划部存在的几个问题。我看了策划部近3个月的工作日志，工作效率低下，部门分工模糊，很多项目推进缓慢，甚至出现项目停滞的情况。温组长，我们策划部一直都是这么运行的，大家手里项目都多，进度慢点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嘛。当然，质量很重要，但是效率一样也要提起来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我重新制定了整改方案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刚来就挑刺，懂不懂我们行业的规矩啊？我会明确每个人的岗位职责，划分具体的工作节点，同时还会引入新的绩效考核机制，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，把积压的项目尽快推进。小鱼初来乍到的，怎么跟这群老油条斗？我去帮他！别插手，让他自己去解决。这是他成长路上必须经历的考验，也是他作为温氏继承人必须学会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可我就是心疼他，怕他受委屈。放心吧，小玉没那么脆弱。我倒要看看你敢对这些老员工怎么样。至于记住，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苍白的解释证明自己，而是用实力让对方无话可说。这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，也是你今后在江城立足、撑起温家必须学会的道理。李姐，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我在温室工作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一个空降的黄毛丫头，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就凭我是现在策划部的负责人。你负责的蓝天计划案已经延期了整整2月。今天早上你提交上来的整改报告，经过系统查重，与3年前的旧案重合度高达82%。李姐，用抄袭的方案应付工作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功劳？证据都在这里。稍后人事会把解聘书发到你的邮箱，请你今天下班前收拾好东西离开温室。我知道你们对我都不服气，但我希望你们都能拿出实际。从今天起，策划部实行全新的规章制度，谁能干谁留下，谁想混随时交辞职信。在我的部门里，资历不是保护伞，能力才是通行证。听明白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温之友以前明明温顺怯懦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他现在怎么敢这样？老王，你负责的国潮联名案竞品分析用的是半年前的数据，完全忽视了上个月竞品公司的价格战，导致我们定价偏高，项目停滞。因为最近市场变动太快。小赵，你负责的执行案时间节点模糊不清，尽快对接，近期上线。这种模糊词语不应该出现在温室的策划案里。我需要的数据是精确到小时。我们现在替换一下，老王，你擅长客户关系对接，这个案子的政策官交给你。小赵，你对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抓得准，创意部分你来牵头。还有，我会重新调整岗位分工和绩效方案，大家有什么异议？没有，温组长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。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去国外出差了。我果然没有选错人，小鱼这孩子悟性太高了，我不过只教了他1次处世之道，他就已经能灵活运用，独当一面了。小鱼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优秀。只是有时候我真怀疑之夏这孩子到底随了谁的基因？难道我生他的时候把智商都留在了产房里？这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失败的项目管理。
接着演。江辰，当初我就说我们江家庙小攀不上温家这顿大伯，你非不听，非要和知夏结婚。现在好了，惹怒了温总，他这是要把我们老两口逼上绝路，跟着你们过要饭的日子啊！是啊，知夏，妈求求你了，妈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们江辰吧！要不你们把离婚协议签了，这样你爸妈气消了，说不定能给江家留一条活路。我们江辰大不了再娶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也总好过现在跟着你担惊受怕，连累我们老两口连个安稳的晚年都没有啊！没错，江辰，今天你必须做个选择，要么今天就跟温之夏离婚，找个能帮衬家里渡过难关的女人；要么你今天就滚出江家，我们断绝父子关系，以后你是死是活，跟我们江家再无半点干系。你们别冲动，我没有被温氏赶出来，我妈已经答应让我回温氏上班了，我在温氏还有股份，我还是温家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过苦日子？爸妈，我绝对不会和知夏离婚的。知夏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总算演完了，希望这丫头能信。哼哼，放心吧，他那么害怕离婚，被咱儿子拿捏得死死的。知夏，既然你已经回了温氏，那你赶紧拿点钱给我。你要钱干什么？我刚回公司，我妈的气还没消，我的银行卡早就被停了，根本没有钱。知夏，我这不是看到一个好的投资项是吗？只要投进去，肯定能挣大钱，到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资本了，再也不用看你爸妈的脸色，也不用受我爸妈的气了，这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啊！刚才在我爸妈面前，我可是拼了命的维护你，为你说了不少好话，不然我爸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只是想做点正事，挣点钱，又不是拿了钱不还。可是我真的没钱。没钱，你就这样？什么？不行，老公，这要是被我妈知道……知夏，你听我说，爸妈现在都在国外，这就是个时间差。等他们回来，我们早就把窟窿补上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谁能发现？我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！行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也不逼你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只能听我爸妈的话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离婚，我答应你。知夏，最近策划部各项目的进度报表你核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遗漏或者不符的地方，核对完尽快反馈给我，我们好推进后续工作。知夏，什么？这几天温之霞为了跟我争夺项目，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盯着我，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我说，策划部项目的进度报表和账目你核对一下。知道了。这要是被妈发现了，我肯定会被彻底赶出温氏，到时候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可是如果不帮江辰，他真的会跟我离婚，我不能失去他，不能离婚。知夏，钱什么时候能转过来？江辰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万一被发现了，我们就都完了。温之夏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为了护着你，都快被我爸妈打死了，你现在就跟我说不敢？你这样畏畏缩缩，我看我们还是离婚吧，别耽误你当你的温家大小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尽快想办法把钱转交给你，你别跟我离婚，求你了。老张，温小姐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妈在国外临时需要资金调动，今年员工的年终先打给我吧。温小姐，这我没有接到温总的指令啊，况且这可是3000万的款项，您只有口头授意，连个书面手续都没有，我实在没办法办理。老张，你是觉得我温之夏会骗集团的钱不成？我说了，这是我妈的意思。要不我还是给温总打个国际电话确认一下。我妈那边现在是凌晨，她为了国外的项目几天没合眼睛，你现在打电话去吵醒她，这个后果你担得起吗？老张，
你在温氏也干了10几年了，应该清楚我是温家的千金，温氏未来的继承人。难道你以为我会害温氏吗？你放心，出了任何问题，由我温之夏一个人承担。但如果你今天耽误了我妈的大事，你觉得你还能在温氏待下去吗？行，温小姐，您稍等，我立刻给您办理。但您千万记得，手续一定要在发年终前补上。老公，我办妥了，那3000万已经汇到你的账户里了。真的吗，宝贝儿？我就知道你最能干、最疼我了，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老公，这笔钱只能借用几天，必须得在给员工发放年终之前还回来。放心吧，宝贝，等我这边的投资回流，挣了钱，我立刻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。好，老公，我信你，你一定能挣到钱，把资金还回去。之夏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想办法阻止。今年的年终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往前这个时候早就到账了，我还指望这笔钱付首付呢。是啊，我爸下个月做手术，就等这笔钱救急。我问了别的部门，大家都没收到。温氏这么大的集团，该不会是资金链断了吧？不可能出问题吧？温氏这么大的公司，还能差我们这点年终奖？大家冷静一下，年底了，流程稍微慢了一点，大家再等等，自然会发的。温小姐，您支支吾吾的，不会是公司想赖账不给我们年终了吧？温总现在不在国内，您是温家的女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对，我说了再走流程，你们这是聚众闹事，都给我让开！不要！他跑了，他心虚了，公司肯定想赖账。江辰，你快接电话，都来问年终奖了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老公，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爸妈今天就要回国了，你快把那3000万还回来，再不还就真的瞒不住了，快啊！温小姐，您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温大小姐，今天你必须把话说清楚，我们的年终奖到底去哪儿了？就是，大家伙辛辛苦苦干了1整年，就指望这点钱养家糊口，凭什么说扣就扣？对，急什么？年终奖只是因为财务流程暂时延迟发放，你们少在这聚众闹事，胡搅蛮缠。延迟？那到底延迟到什么时候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期限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温氏集团还会赖你们这点年终奖不成？你们一个个的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也敢这样质问我？温家大小姐又怎么样？我们凭劳动吃饭，天经地义，不是被你们这样的资本压榨的。今天不把钱吐出来，我们现在就报警，联名去劳动局告你。放手！
们这些疯子，给我放开！妈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公司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知夏假传您的指示，私自挪用了员工3000万的年终奖，现在员工们收不到钱，已经把他在办公室毒死了。双方起了肢体冲突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荒唐，愚蠢至极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机会，他不思悔改也就算了，竟然连员工的血汗钱都敢动，这简直是在自掘后路。烂泥终究是扶不上墙。我都给我滚出去！谁再敢碰我一下，我让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在行业里立足！我告诉你，年终奖发不发，什么时候发，我说了算！让你们等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给我等着！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打你又怎么样？别给脸不要脸！年终奖那是公司给的施舍，给多少什么时候给，全看本小姐的心情。我能让你们坐在这窗明玉净的写字楼里拿工资，就已经是对你们的恩赐了。多想想家里的老婆孩子，想想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车贷。要是今天丢了工作，一家人跟着你喝西北风，那滋味可不好受啊！我们只是想要回属于我们的年终，我们讨要的是合法权益，你难不成还能开除我们？整个温室以后都是我的，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。是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我家需要钱救急，要是工作也没了，我小孩也是，第1个学期学费还没交。都冷静下来了吧？想清楚了，就给本小姐滚回去工作。可是我听说，连温室晚宴上，早就把继承权交给策划部新来的温之瑜小姐了。现在温氏集团的继承人根本不是温之夏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告诉你的？我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，我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。温之又一个养女，凭什么和我抢？我妈一定会把温氏交给我，一定会。是吗？妈。妈，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？爸妈，你们可算会回来了！再晚一点，公司都要被这群人闹翻天了。是吗？妈，这些员工实在太过分了！这些人恶意扰乱公司正常办公秩序，目无规矩，肆意撒野！你快把他们全部开除！温小姐，你说话要凭良心。我们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只是想来问问应得的年终奖什么时候发，从头到尾都安分守己。是你动手打人，还威胁我们，怎么反倒成了我们的错了？没错。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，你不仅不给，还扬言要断了我们的生路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爸还等着手术费救命啊，全家就指望这笔钱了。你一句流程问题，就把我们所有人的希望都掐灭了，现在还要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！够了，都安静！哼，一群疯子，都等着被我爸妈开除吧。闭嘴！各位，让大家辛苦操劳1整年，本该按时到手的血汗酬劳无端被拖延，白白承受委屈和危难。在这里，我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，向在场每一位员工郑重鞠躬道歉。我在这里明确表态，大家的年终奖是各位兢兢业业、辛苦付出换来的合法劳动报酬，谁都没有资格私自扣押能用。这笔钱公司一定会给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位员工白白吃亏，蒙受损失。关于后续的补救安排与整改方案，小鱼，你来做一下安排吧。各位同事，我代表公司向大家公布本次问题的临时处理方案与后续整改安排。第一，
薪资核对方面，今日下班前，财务部会完成全员年终奖明细核对，确保账目零差错、零遗漏。第二，补偿发放方面，本次薪资延误，公司会有额外的补贴和年终奖一并结算，3天内统一到账，绝不拖延。大家先回到各自岗位正常工作，后续事宜我们会全程公示，给大家一个圆满的交代。谢谢温总，谢谢陆总。温之夏，现在没人闹事了，你要不要好好跟我解释一下，3000万员工年终奖去向何处？那笔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没有乱动用，我只是暂时周转一下，我有我的安排。之夏，我和你妈一而再再而三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可你非但不知收敛，反而愈发肆无忌惮，变本加厉，私自挪用公款，肆意欺压同事，颠倒黑白，谎话连篇。你到底要荒唐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，是这群员工得寸进尺，年终奖不过就是晚几天发而已，可是他们却蓄意闹事，围堵我。为什么你们偏偏相信外人，就是不肯相信我半句？我怎么相信你，温之夏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私自挪用公司3000万巨额公款，还利用我的名义肆意欺压员工，动手伤人，出言威胁，冷漠刻薄，毫无底线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们真的误会我了。我确实是借用了那笔钱，可是我划船那笔资金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啊。再说了，我只是去财务部说了几句话，他们就全把钱转给我。财务部那群废物不是更应该受到严惩吗？我都是为了温氏，为了全体员工着想啊。温总、陆总，财务张总监已经带到。温总、陆总，所有的财务违规操作、资金异常流动，全部都是温之夏小姐一手主导、强行胁迫的。是之夏小姐强硬要求我跳过我公司所有正规审批流程，违法划转巨额资金。工作不谨慎，把控不好财务流程，现在还要凭空栽赃，把所有责任都赖在我头上。之夏，财务流水、资金流向、审批记录全部可查，全程留痕。老张是有错，但是这笔钱说到底是被你拿走的。这笔钱你拿去给江晨了，是不是？你闭嘴！轮不到你来说教我！你就是虚伪，你就是装无辜！是你，我知道了，是你在爸妈面前搬弄是非，刻意挑拨离间，你想把我踢出温家，好独占温氏所有产业，是不是？我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，我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不正视自己的荒唐过错，还要迁怒怪在小鱼身上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温之瑜处处针对我，他就是想抹黑我，取代我，抢走我的一切，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。温之夏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为了帮江晨填一个赌债的窟窿，你不惜掏空公司流动资金，无视温氏多年的基业与发展，愚蠢到可悲，自私到可恨。什么赌债？什么赌债？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你别凭空污蔑江晨。之夏，江晨问你要的那3000万，不是拿去做什么商业投资，这笔钱被他拿去填补赌博欠下的巨额高利贷窟窿。你闭嘴！我不信，这都是你的阴谋，是你故意编造这些谎话，恶意抹黑江晨。你已经挑拨了我和爸妈的关系，你还想挑拨我和他的夫妻关系，毁掉我的婚姻，让我一无所有。我不会信你的鬼话。从我那天发现你进了财务部开始，我就去调查江晨的资金流水了。江晨欠下的每一笔钱都在这里了，你好好看看。不可能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你们伪造的证据，是你们故意合成的，就是为了逼我认罪。你不肯相信，不肯面对，没关系，我让他亲自跟你说。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抓我？我刚下机场就接到了消息，所以我派人去找了江晨。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还在花天酒地，沉浸在花花世界呢。
江晨，你告诉我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。那3000万公款不是拿去还你的赌债，对不对？你之前明明跟我说你是借用投资，过几天就会连本带利还给我的，对不对？是，钱确实是拿去填了我的赌债。你说什么？我赌博还债，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吗？温之夏，你以为我想走到今天这一步？自从我入赘温家，你们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谁真正看得起过我？我是个上门女婿，在温家我永远低人一等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迎来的永远是轻视、打压和质疑。我不甘心，我拼命想要做出成绩，想要赚大钱，不就是为了能配得上你，为了能撑起我们的小家吗？巧言善辩，我一时糊涂去赌博，那也是被温家的冷眼和偏见活活逼出来的。我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之夏，为了我们的未来。好一个为了之夏，为了未来！江晨，你利用之夏对你的盲目信任与偏爱，蛊惑、教唆他挪用温氏1000万公款来填补你个人的非法赌债，构成了严重的职务侵占罪。我今天只要报警，你是要坐牢的。坐牢？温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饶过我这一次，我不想坐牢。之夏，老婆，你快帮我求求情，你最疼我了，你救救我，我不能坐牢，我坐牢你怎么办？爸妈，你放过他吧，江晨他都是为了我，一时糊涂才犯错的呀。温之夏，你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？这个男人在蛊惑你犯罪，他在拖累公司，在葬送你自己的前途，难道你真想陪着他一起进去蹲监狱吗？温总、陆总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有错，但大头不在我这儿。从头到尾挪用公款、威胁财物，在单据上签字转账的人都是温之夏。如果你们非要让我坐牢，那温之夏也必须去坐牢。打呀！你们打死我好了。温之夏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难不成你们当父母的还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坐牢不成？无耻之尤，打你这样的人我都嫌脏了手。我温婉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，之夏我自会处置，但是你，我一定要让你进去。梁助理，报警，把他给我送进派出所。是，温总。温总，饶了我，我错了。妈，我求求您了，求求您放过他吧，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下的，要罚就罚我求求您了。妈，我求你手下留情，求求您放过江晨这一次，不要把他送去派出所，我求求您了。温之夏，我教过你什么？温家的孩子，脊梁是直的，膝盖是硬的。你现在为了一个背叛你、利用你的男人，跪在这里摇尾乞怜，你还配当温家的女儿吗？妈，我也想问你，我还是温家的女儿吗？我在你们身边20多年，从小到大，我乖巧听话，拼了命的想做好一个完美的温家大小姐，不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一句认可吗？可是自从温之瑜出现，自从他踏进这个家门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变了。你们所有人的目光、所有的偏爱、所有的夸奖，全都给了他。我呢？我在你们眼里还剩下什么？江晨他不是坏人，他之所以会去赌博欠债，全是因为入赘我们温家受尽了委屈和白眼。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。我爱他，所以我心甘情愿陪他共度难关，帮他填补这个窟窿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我们私下解决。我求求你妈，放过他可以吗？你挪用公司3000万巨额公款，这并非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私事。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，是要坐牢的。可是只要我把钱补上，公司这边不予追究话不就可以了吗？我愿意退赃，我现在就退。说得轻巧，你拿什么退？你哪来的3000万？妈，我愿意拿出我名下那5%的温氏原始股份，我愿意用它们全部抵扣这次的过错，只求你们放过江晨。那5%的温氏原始股份
是你在温家最后依仗和底气。你真的确定要为了这个屡次欺骗你的男人彻底放弃吗？他是我最爱的人，也是我孩子的爸爸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。温之夏，你到现在还分不清轻重。挪用3000万公款，这是刑事事件，不是你我之间能私了的家事。我会报警，后续一切交给警方和法院裁决。你大可以用你那5%的股份保释江晨，但从今往后，你不必再叫我妈了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妈，不要！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从前跟我说的投资失败需要周转，全都是假的，从头到尾你都在骗我，现在害得我妈不要我了。你怪我？如果不是你没用，比不过那个温之瑜，我怎么会连几千万都拿不出来？我那么爱你，而你连自己的爱人都护不住，眼睁睁看着我被羞辱，都是你的错。你现在反过来怪我，那既然这样，温之夏，离婚吧，你就让我去坐牢。没有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我知道是我太没用、太无能了，是我没能护住，让你受了委屈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拿那5%的股份保释你，会没事的。你静下心好好想想，今天的一切真的是我们的错吗？根本不是，是你妈心太狠，半分骨肉情分都不讲，当众剥夺你的股权，断你的后路，把你逼成整个公司的笑柄，亲手毁掉你的一切。还有那个温之瑜，是他抢了你的一切。没错，都是温之瑜的错。那是温大小姐，她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她最近都是这样的，对工作特别认真积极，和以前完全判若两人。主管，关于晨曦文旅项目的初步策划案，我整理了一晚上，但其中关于预算配比和风险预估的部分，还有几个点想不太明白，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指点我一下？妈，之夏最近真的很努力，策划部的主管都跟我说，他提的几个市场切入点很有见地。小鱼，之夏在公司要是对你有什么不好的，我代之夏向你道歉。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孩子，你先去忙吧。之夏的本性并不坏，他只是被江晨蒙蔽了心智。他毕竟是我亲手教导了20多年的孩子，只要他肯收心，肯踏踏实实做事，愿意沉淀下来，总归是好的。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真正成熟稳重起来。至于你现在有多得意，将来就会有多狼狈。你带给我的羞辱，我会1000倍100倍的还给你。我们走着瞧。再开一瓶黑桃 A， 都记我账上。我温家的女婿会缺这点酒钱吗？告诉你们，别看前2天出了点小事儿，那都是我岳母在考验我。下个月城南那块地已经内定交给我来负责了。他还真敢吹！我听圈里人说，他现在连温氏的大门都进不去，天天在家闲着，全靠他老婆上班养着，这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？吃软饭都算抬举他了，温婉没把他送进监狱，就已经是看在温之夏的面子上，他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陈哥，听你这意思，最近又要发大财了。既然这样，你看上次你从我这儿拿去周转的那20万，现在是不是方便还一下？不瞒你说，我最近手头也挺紧的。急什么？当老子没钱吗？说了过段时间就给你。那个我有点尿急，都快让让。快给我出去！老子自己家。
还装什么大一般了？看不起我，都他妈看不起我！温婉那个老妖婆，温之瑜那个贱人，还有你们这群趋炎附势的小人，等着！你们都给我等着！等老子翻了身，我要让你们所有瞧不起我的人都跪下来求我！婉婉，别太累，早点回来。这就准备回家了。这孩子怎么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下班？妈，还有最后一点改革的细节需要核对完，我想今天做完。这些基础工作环环相扣，今天的工作不留到明天，才能保证后续的计划能顺利落地。最近接手公司的核心改革，压力很大吧？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难推进、难解决的问题？压力肯定是有的，但对我来说，更多的是动力。温氏是您和爸一砖一瓦打拼下来的基业，我想稳住它的根基，再为它拓宽前路，让温氏能走得更稳、更远，不辜负您和爸毕生的心血。我知道你能干，也肯吃苦，更有想法，但是不用事事都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工作是做不完的，可以慢慢来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会注意的。天色太晚了，外面在下雨，剩下的工作明天再做。现在就收拾东西，我们一起回家。都是你温婉，只要你死了，温之夏那个蠢女人才能继承温氏，我才能翻身。医生，一定要尽全力救我老婆。什么？我马上来。老公呢？给我查，彻查今晚所有路段监控，谁敢对温家动手，我一定要让他在江城彻底混不下去。你跟妈妈一起坐车回家，为什么我妈妈躺在里面，而你却没事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。妈妈当时拼了命扑过来保护我，所以才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才会躺在里面抢救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，都出去，别在这里添乱。老公，你去哪里了？出事了！我妈妈出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，现在还在急救室抢救，一直昏迷不醒。我好怕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看来温婉和温之瑜没看见我。哼，太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是好事儿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温婉对你向来冷漠偏心，眼里从来只有温之瑜。他今日落得重伤昏迷、生死未知的下场，都是他自找的，是他偏心的报应。那是我妈妈，我就算心里再责怪她、再委屈，你也不能这么说她。你清醒一点，现在温婉昏迷卧床，陆廷舟心神大乱，根本无暇顾及公司。这是你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现在要稳住心态，趁机收拢人心，让所有股东都站在你这边。等温婉彻底倒下，无力掌权，温氏的一切就都是我的。家属不用太过担心，患者颅内出血已经成功止住，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伤势偏重，还没有醒来。只要能挺过3天危险期，就没事了。小玉，这里有我跟之夏守着就好。你身上也受了磕碰伤，别硬撑着，先去护士站做个全面检查，该处理的伤口好好包扎一下。我不要，我哪里都不去，我要在这里等着，等妈妈醒来，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祸？怎么，现在又想在妈妈面前装可怜博同情，故意留着一身伤，是想等妈妈醒来又让她心疼你、偏袒你吗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刘听话，先去处理伤口，别让你妈妈一醒来还要为你担心。别守着病床浪费时间了，立刻回公司稳住局面，拉拢股东，彻底坐稳继承人的位置。错过这次，你这辈子都压不过温之瑜。婉婉，你醒了。放心吧，病人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，只是身体损耗比较大，后续还需要安心静养一段时间，慢慢恢复就好。妈妈，你终于醒了。婉婉，小鱼，妈妈，别怕，妈妈没事儿。太好了，真是吓死我了，还好您没事。别怕，妈没事儿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守在门外彻夜等候，满心惶恐担忧，贴身照顾3天，他就只看得见温之瑜一个人。妈刚醒，身体需要营养，我出去给你炖点鸡汤补补。患者温婉 A 型血，患者温之瑜女士血型 A 型。人家是亲母女，很正常啊。直系亲属之间血型高度重合、体征适配，本来就是最典型的特征，亲生母女匹配度高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抽我的，陆叔叔，我的骨髓配型和温阿姨配上了，只要能救温阿姨，多抽点也没关系。妈，爸，你们忘了这块胎记吗？小时候，你和爸爸抱着我说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温家的记号。您看，我手臂上也长着一个和之夏相差无几的蝴蝶胎记，从小到大一直都在。从前我只当是巧合，从来没有往心里去。可当年我急需骨髓移植，匹配概率本就渺茫，偏偏一次性完美配型成功，还有蝴蝶胎记，一样的血型，难道从头到尾一切都不是巧合？这双眼睛和我年轻的时候越看越像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当年在医院生产，2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被抱错了？小鱼，妈以前一直忙着公司事务，也没好好跟你聊过过往。
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你还记得小时候在孤儿院的日子吗？当年你具体是怎么被送到孤儿院的？还有一点点印象吗？其实我之前也听孤儿院的老师提起过几句，我并不是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口的，我最早是被遗弃在医院里，最后是医院一位好心的医生于心不忍，辗转折才把我送去了孤儿院。医院？哪家医院？哪家医院我不知道，不过院长妈妈从小待我极好，我在孤儿院的日子并不算难熬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妈，您今天怎么突然问起我的这些过往？小鱼从小无依无靠，孤身长大，吃过那么多苦，从未被家人偏爱呵护。万一我的猜测只是一场误会，只会二次伤害他。20多年的孤苦无依已经够苦了，我不能再让小鱼承受一丝伤害。没什么，就是看着你太过懂事，太过坚韧，你总是遇事自己扛，从不诉苦，从不抱怨。这些年苦了你了，妈心里心疼。不苦，我现在有妈妈了。我现在身体刚脱离危险，伤势偏重，还需要长期住院静养，根本没有精力处理公司繁杂日务。你爸爸整日在医院陪护我，早已分身乏术。温氏集团不能一直群龙无首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你不用天天守在医院陪护，公司那边辛苦你多费心。我决定暂时把温氏集团的所有事务全权交给你打理主持。你稳重靠谱，有格局，有能力，妈100%信得过你。明明是他害你出车祸，可你非但不怪他，不厌恶他，反而还要把整个温氏集团交到他手里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闯了祸还能全身而退，甚至坐享其成，稳稳拿下公司大权？温氏是温家世代基业，我绝对不允许让温之瑜这个外人抢走我的一切。温小姐，温总暂时把公司事务交给你打理，是信任你，让你稳住当下局面，守好公司根基，不是让你肆意妄为，胡乱折腾。温总生病期间，让我暂代他的职位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发展。我希望大家都能支持我的工作。你刚接手公司核心事务，根基未稳，资历尚浅，就贸然改动公司核心项目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些激进调整会让公司承担多大的经营风险，让我们各位股东承受多少未知损失？我十分理解大家的顾虑与担忧，但公司过往老旧的项目模式早已跟不上当前的市场发展节奏，若是一味固守旧规，只会让温氏逐步陷入困境。我也是温家人，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温氏的长远发展。你也配叫温家人？各位董事，你们也知道，她就是我妈妈领养的养女，自始至终都不是温家正统血脉。她无温家血脉，无温家成长根基，凭什么在温总重伤休养期间独占公司核心权力，执掌温氏生杀大权？况且，一个外人空降夺权，本就名不正言不顺。他资历浅薄，行事激进，肆意推翻公司多年运营体系。你们敢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他？温小姐说的没错，非温家血脉，没有继承资格，更没有独掌温氏大权的资格。温之瑜年纪太轻，空降掌权本就难以服众，如今改革激进，风险极大，确实不适合继续主持公司事务。我们不能让一个外人拿整个温氏的未来赌试错。我们全体联名，正式弹劾温之瑜，罢免温之瑜的管理权。锦州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，必须现在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？我怀疑之瑜才是我们真正的亲生女儿。婉婉，你别是出车祸头撞晕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胡思乱想，
天底下不会有这么多巧合。血型、胎记，还有，你不觉得小鱼跟我年轻那会儿长得很像吗？还有他骨子里不服输、隐忍坚韧的性子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一遍遍提醒我，我的猜测没有错。你这么说起来，小雨是跟你很像。这是？没什么，就是看着你太过懂事，太过坚韧。你总是遇事自己扛，从不诉苦，从不抱怨。这些年苦了你了，妈心里心疼。只有做亲子鉴定，所有说不清的疑点才会水落石出。好，我现在就亲自拿去检验科加急做鉴定。看吧，婉婉，这只是一个结果，无论是什么都不影响小雨是我们的女儿。各位董事，我所有的改革绝非盲目冒险，每一项决策都和温总商量确认过。温室不是你用来试错刷业绩的跳板，你要是不服，我看就让董事会各位成员投票决议是否罢免温之于所有职务好了。没错，举手表决。赞成票占比超2/3。温之宇，你出局了。之夏，你会让妈妈伤心的。你少在我面前装孝顺女儿，你不配！温氏本来就是我的，属于我的一切，终于全部拿回来了。温小姐，既然决议已下，还请你即刻离开管理层席位，不要再插手公司任何事务。等一下。您怎么来了？我不在公司短短几日，各位就急着罢免我的女儿，是当我死了吗？妈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向着她？要不是温之瑜，你怎么会出车祸？她根本不配待在温家，执掌温氏。害我重伤住院的是肇事逃逸的司机，不是小鱼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妈，你就是偏心。她只是一个没有血缘的养女，我才是陪在你身边20多年的亲生女儿。你为什么永远偏袒外人，处处针对我？我从未针对过你，更从未亏待过你。我待你视如己出，20余年悉心教养，百般纵容。可你呢？为了夺权，罔顾集团数百员工的生机，只为满足自己的私心和嫉妒。就算我有错，可血缘不假，她就是外人，我才是温家真正的大小姐。妈，你今天就算再护着她，也改变不了她不是温家人的事实。董事们不会答应她来继承温氏。各位，看清楚，这份亲子鉴定报告足以证明，温之瑜才是我温婉与陆廷舟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当年医院产房管理疏漏，工作人员操作失误，因为你们2个人手上相似的胎记，这才出现了婴儿抱错事故。怎么会？这25年来，被我们夫妻捧在手心，悉心教养，视作温家正统千金的你，
并非我们的亲生骨肉。你撒谎，我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，我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。而那个从小流落在外、寄人篱下、孤苦长大，被你们所有人视作空降外人、无血脉根基、不配掌权的温之瑜，才是温家名正言顺、血脉正统的真正千金，是温氏集团唯一的正统继承人。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是爸妈的亲生女儿。小雨，我的孩子，委屈你了，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。妈，既然所有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现在各位对温之瑜继承温氏集团还有异议吗？温总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温小姐身为温家正统继承人，血脉纯正，名正言顺，我们自然再无半点异议。只是温小姐年纪尚轻，上任后的改革动作幅度太大，风险未知。这全公司这么多人呢，一群老狐狸，说到底就是想白拿收益，规避风险，不肯为新人铺路。罢了，就当为小鱼铺路。既然各位忧心改革项目亏损，那我给大家一颗定心丸。温之宇后续推进的所有改革项目，全部由我个人资产全额承担，与集团股东各位股份无关。妈妈，项目做成，集团获利，各位分红照拿。项目若有亏损，所有损失由我一人承担。各位大可安心观望，静待结果即可。温总格局胸襟，远见魄力，实在远超我们这些固步自封的老人。汀州，让人把小西是我们亲生女儿、温家正统千金的消息全面对外公宣。我不希望往后业内再有任何人拿身世说事，非议为难我的女儿。放心，我早已安排。陆总，已经找到肇事逃逸的凶手了，是江晨开车撞的温总。死温之夏居然不是温家亲生的，到时候让温家查到车祸是我做的，我就死定了，必须得赶紧跑。江晨，你要干什么？江晨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温之夏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不，你是爱我的。你当初我主动百般讨好你，事事迁就你，图的从来不是你这个人，图的是你温家独生女的身份，图的是温家的财富和资源。之前你被温家冷落，我尚且耐着性子陪你演下去，可现在江城都传遍了，你根本不是温家亲生女儿，你现在半点利用价值都没有，我凭什么还要继续耗在你的身上？不可能，你骗人！你说过你爱我不是为了钱，你对我的温柔、包容、偏爱，你陪我熬过的那些日子，你对我说过的所有情话和承诺，全都是假的吗？你真是愚蠢的恋爱脑，几句廉价的甜言蜜语就把你哄得晕头转向，跟家里反目，背叛养育你的亲人。温之夏，你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还跟这个冒牌货说什么？快走啊！不准带走我的孩子！江晨，你什么都可以拿走，唯独孩子不行，你不能抢走！把孩子还给我！温之夏，你别在这里不知好歹、无理取闹！这是我们江家的血脉，江家的孙子。凭什么留给你一个外人？我就算捡垃圾、吃苦受累、挨穷受罪，也能把他好好养大。他是我怀胎10月逼死生下的亲生骨肉，我就算死都不让你带走他！你松手，立刻松手！温之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在这里胡搅蛮缠什么？这是我们江家的金孙，他姓江。赶紧放手！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耽误我们走人。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天底下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陪在他身边。什么亲生母亲？
你连自己的身世都搞不明白，就是个无根无依、没人要的东西，也配当妈？嘉诚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为你付出青春，背离家人，掏空身家，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一切。你从头到尾利用我，榨干我的价值，现在还要狠心抢走我的孩子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好言好语跟你说不听，非要逼我们动手。今天这孩子，我们江家必须带走，白白浪费我们家晨晨这么多年青春，当初真是瞎了眼，以为娶了个温家大小姐能沾光享福，结果就是个冒牌货。孩子，还给我。你没资格谈任何条件。从你失去温家身份、没有利用价值的那一刻起，你和孩子就再无半点关系。我们走。今晚你们谁也走不了。你凭什么拦我们？难不成你还要绑架我们？你信不信我现在直接报警抓你？不用你报警，在来之前我就已经整理好所有证据，提前报警。什么？你长期涉嫌网络赌博，欠下巨额高利贷，教唆他人违规操作，挪用合作公司公款。除此之外，你酒后驾车、肇事逃逸、蓄意制造车祸伤人，桩桩件件，我手中都有完整实证，铁证如山。我妈妈的车祸，那场差点害死我妈的意外是你做的！你血口喷人！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儿！你少在这里凭空捏造，栽赃陷害我！我爸爸已经找到了那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监控清晰拍到了你的作案过程，酒吧的监控也可以证明你是醉驾。现在我手上求存的转账记录、行车轨迹、监控录像、人证口供，证据多到足以让你把牢底坐穿。不是的，全都是假的，是你故意伪造的证据陷害我们。我们家晨晨老实本分、安分守己，绝对不可能干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。你就是仗着自己是温家千金，故意针对欺负我们普通人。就是，我们绝不认账。跟警察说去吧。江晨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且已掌握你涉嫌赌博、挪用公款、交通肇事逃逸、故意伤人等多项违法犯罪的完整实证，请立刻配合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警官，这两人当众对我妹妹温之夏实施恶意肢体施暴、暴力推搡拉扯、聚众欺压、寻衅滋事。为什么来帮我？我帮你，不是因为原谅你所有的所作所为，只是因为你是爸妈亲手养了25年的孩子，25年的养育情分真实存在，无法抹杀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年在孤儿院，是你在一众孩子里主动挑中了我。咱们资助一个孩子，就当是给夏夏积德行和，人选就让夏夏自己挑吧。就他吧。好，都听我们夏夏的。这些年，你的确对我百般刁难，处处针对，但我始终清楚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或许一辈子都无缘回到温家，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你的本性并不坏，只是被江晨的花言巧语蛊惑了。妈妈，他不会再原谅我了，对吧？我把一切都毁了，他再也不会原谅我了。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好像真的错了。走走走，我们这里不招带孩子的。老板，我带孩子也不影响工作的，我不怕累，基层杂活、苦力活我都能做，求您再考虑一下。
他从前做错了太多事，如今落得一无所有、四处碰壁的下场。说到底，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大人的恩怨过错，终究是大人的事，不该牵连懵懂无知的孩子。孩子无辜，不该跟着他受苦挨饿、颠沛流离，让人给他安排一份普通安稳的基层工作，足够支撑他和孩子的基本生计，让他们母子安稳活下去。真的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随时都能到岗。宝宝，太好了，妈妈有工作了，我们以后可以安稳过日子了。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打算给孩子改姓，从今往后，他跟我姓温。改姓温？你以为改回温姓就能重新巴结上温婉，重回温家，拿回你的富贵身份？温家早就公开了温之瑜的正统身份，根本不可能再认你这个冒牌货。你别痴心妄想。你错了，我改回温姓不是为了巴结谁讨好谁，更不是想重回温家争权夺利。这个温是我温之夏的温，不是温婉的温。我做错的所有事，我会付出我的代价。从今往后，我不靠温家，不靠任何人，我会过属于我自己的平凡生活，而你会永远困在这方寸牢狱之中，为你的贪婪、算计、无耻恶毒付出代价。温之夏，你敢？那是我们江家的种！本人正式宣布，即日起退出集团管理层，正式退休。温氏集团全部股权、经营管理权、最终决策权正式全权移交于我的亲生女儿温之瑜。感谢各位长辈、股东、员工的信任与支持。接手温氏于我而言，不是权利，是责任。未来我会坚守温家立业初心，深耕企业核心发展，稳步推进产业升级，完善企业管理制度，善待每一位员工，积极回馈社会，守住温氏根基，带领集团稳步前行，长远发展。